从远古时期一直到秦灭六国，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都属于百越之地。这里所居住的原住民部落被先秦的中原人称之为越人，意为越与越通用，所以也被称为越人。因为其支系部落众多，所以统称为百越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南征百越。百越部落大体可分为瓯越、闽越、南越、西瓯、洛越等几个部分。其中，瓯越部落居住在今天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，以温州一带为中心。闽越部落的势力范围以今天福建的福州为中心。南越部落则分布于今天广东的南部、北部和西部地区。西瓯部落分布于今天的广西一带。洛越部落分布于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。百越部落所居住的地区气候温和，雨水充沛，物产丰富，幅员辽阔，但由于被山川五岭所阻隔，远离中原。秦灭六国之后，秦王嬴政就把百越之地作为统一的目标。公元前219年，秦王任命屠睢为主将，赵佗为副将，率军50万征讨百越。针对百越地区各部落居住分散的特点，秦军采取多路分兵进军，遇有大敌再合兵攻击的战略方针。于是秦军兵分5路进攻百越。第一路从今天的江西向东进发，攻取瓯越和闽越。第二路从今天的南昌出发，越过大庾岭进入广东北部。第三路从今天的长沙出发，越过祁田岭直抵番禺。第四路从蒙竹岭进入今天的贺县。第五路越过越城岭进入今天的桂林。其中第一路秦军进展非常顺利，在当年就攻下并平定了瓯越和闽越地区，并在此设置了闽中郡。而其他4路秦军则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。尽管百越地区的土著人数少，武器落后，但抵抗意志却非常高，致使战争非常的激烈。到公元前218年，秦军进攻缓慢且死伤巨大，主将屠睢变得情绪暴躁，开始滥杀无辜，更加导致当地人的极大愤慨和奋起反抗。秦军进攻百越的4路大军共有40万人，虽然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，但是战争的过程却令秦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尽管在战前，秦军就考虑到了粮道的问题，也意识到南方的炎热气候对于北方秦军会不适应，但秦军到了岭南后才发现，战场环境的恶劣以及百越军的顽强还是超乎想象。据史书记载，以西瓯部落为主力的百越军抵抗异常顽强。瓯洛军在首领义豫宋的率领下，与秦军进行了凶悍惨烈的激战，致使秦军节节受挫，损兵折将。义豫宋战死后，他们马上又选出新的首领桀郡，随后全线退入山地丛林，与秦军继续作战。瓯洛军甚至不惜隐匿深山，与野兽为伍，也不投降秦军，并且还不断地对秦军进行偷袭，切断秦军粮道。秦军的主将屠睢向秦王汇报，秦军粮道被切断，粮草供应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于是秦王下令征调大量民工开凿灵渠，这样就可以使长江上的船只从湘江进入灵渠，再入漓江，然后从桂江南下，可以从西江东行抵达番禺，或者从浔江西行而抵布山和临潼，使水道纵横的岭南无所不通，确保了秦军的粮草运输。这不仅是当时军事上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，同时也加强了岭南与内地的联系，打破了岭南与岭北的闭塞局面，为今后促进岭南的开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公元前218年，瓯洛军在新首领桀郡的率领下，对秦军发起反攻，秦军大败。据《淮南子》记载，秦兵俘尸流血达数十万。秦军主将屠睢也在今天广西中部一带，在一次西瓯军的夜袭中战死。此时40万的秦军伤亡已经接近30万，剩余的10多万秦军全部退守到广西东部边界。瓯洛军的伤亡也同样十分惨重，也没有力量继续发动进攻，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，而这一对峙就是3-4年。公元前214年，灵渠粮道已全面开通，后勤补给有了保障，秦王再次召集10万兵力与百越剩余的秦军会合，任命任嚣为主将，赵佗为副将，再次进军百越。
这次进攻，秦王征集曾经逃亡在外的犯人、入赘到戚家的男子以及商人，随军出征。秦军每占领一个地区，便将部分移民留驻于此。这不仅使秦军有了较为稳定的后方，同时也使秦军在伤亡后有人力得以补充。而且大批的商人在岭南经营，也为军队的粮饷补给创造了条件。在此条件下，秦军凭借着丰厚的粮草和精良的武器，在百越战场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征伐。大军所到之处，兵锋凌厉，势如破竹，迅速地击溃了西欧部落的反抗力量，占领了今天广西等地的西欧部落。随后，任嚣和赵佗又挥戈南下，乘胜追击，一举击溃了洛越部落，占领了今天越南中部和北部的洛越地区。至此，秦王朝从公元前219年发动的南征百越战争，终于在公元前214年以秦军彻底征服百越部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。秦军占领岭南后，在此设立了桂林郡、象郡和南海郡，并在此建立郡县制，有组织地从中原大量地向岭南移民。至此，百越之地第一次纳入了秦王朝的版图，使其正式成为了汉民族大家庭的一员。南征百越也是秦始皇统一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秦始皇仅用了10年时间就统一了6国，建立起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。可只过了15年，秦朝就灭亡了。那么，为什么说秦始皇是奋六世之余烈呢？秦国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口气讲完秦国的38位国君。与其他中原大国所不同的是，在周天子分封诸侯的时候，老秦人还与戎人杂居错处着。直到秦妃子的时候，因为给周王室养马有功，被周孝王分封在秦地，妃子便以封地为氏，号称秦嬴。不过，此时的秦国只不过是周朝一个不足50里的附庸国，不仅不是诸侯，连卿和大夫都算不上。此后的几代人依然是为周王室养马，并对抗西戎。到秦妃子的曾孙秦仲继位的时候，周厉王残暴无道，致使诸侯们起来反叛，西戎族也趁机入侵，攻入犬丘，杀害了秦仲的高祖父大洛的族人。周宣王继位后，封秦仲为大夫，命其率军征伐西戎。可2年后，在与西戎的交战中，秦仲战败阵亡，其长子秦庄公继位。周宣王又召见了秦庄公兄弟5人，交给他们7000士卒，继续讨伐西戎，为父报仇。最终西戎战败，周宣王便将犬丘封给了他们，并任命秦庄公为西垂大夫。于是秦国就有了2个封邑，一个在秦地，一个在犬丘。秦国也勉强进入了大夫的行列，但依然不是被认可的诸侯国。秦庄公去世后，其子秦襄公继位。为了解决狄戎之患，秦襄公便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戎人的封王为妻，用以分化戎人，并且迁都迁邑，开始向东发展。这时，周朝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秦国命运的事件。此时，周朝的国君是周幽王，他宠爱褒姒，便想废除太子姬宜臼，立褒姒所生的儿子为继承人。姬宜臼的外公申侯就不干了，他联合犬戎一起攻打周朝。这里便有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。最后，周幽王在骊山下被杀，西周灭亡。犬戎盘踞在镐京，姬宜臼便召集诸侯秦王。秦襄公便与魏武公、晋文侯、郑武公一起率兵营救。之后，姬宜臼登基，即周平王。为了躲避犬戎的骚扰，周平王便将都城迁往洛邑，东周开始。因为此次事件中，秦襄公护送有功，被周平王封为诸侯。此时，岐山以西的土地都被犬戎占领着，周平王便将此地封给了秦国。只要秦国能赶走犬戎，那这些土地就都归秦国所有。到这个时候，秦国才正式成为了诸侯国，与其他诸侯国开始互通使节。秦襄公在位12年，最终死在了讨伐西戎的途中，其子秦文公继位。秦文公继位后，继续征伐西戎，西戎败走，秦国实际控制了齐西之地。秦文公在位50年后去世，儿子已经被熬死了，由其孙子秦献公继位。他将都城从西新邑又迁居到平阳。同年，他攻打伯戎，
占领博戎的都邑，荡慑，将疆域扩展到了关中的西域。只可惜天妒英才，年仅21岁的秦献公便英年早逝。之后又经过了几代国君的努力，将版图一直推进至关中的东端。至此，秦人经过近100年的艰苦创业，已占据了关中平原的大部分领土，成为了西方的新兴强国。秦武公继位后，开启了活人殉葬制度。秦德公元年，又将都城迁到雍，这是秦国建都时间最长的都城，先后有19位国君在这里执政，长达294年。因为秦宣公和秦成公都很短命，最后王位传给了弟弟秦穆公。秦穆公继位后，受国赠于百里奚，迎简书为上大夫，励精图治，发展生产，使秦国成为了仅次于晋国、楚国、齐国的2等强国。公元前623年，秦穆公采用游鱼的计谋攻打戎人，并且生擒了戎王，使12个戎国臣服于秦，秦国也因此增加了上千里的土地，称霸西戎。至此，秦穆公成为了春秋5霸之一。但此时的秦国向东还不能出崤函，向南不能及巴蜀，之后的几代国君也都没什么作为，就这样磕磕绊绊地走完了春秋之路。公元前453年，三家分晋，战国开始。三家分晋后，魏文侯以李悝为相，变法图强，又拜吴起为将，创建魏武卒，使魏国率先强盛起来。之后，魏国便侵吞了秦国的河西之地，窥视关中。秦简公和秦惠公屡次进攻魏国，想夺回河西之地，但都被吴起打败。公元前389年，秦惠公发兵50万，与魏军在阴晋决战，结果吴起只用了5万魏武卒就将秦军打败。此后，秦国再也无力抵抗魏国。秦惠公去世后，2岁的秦出公即位，朝政由其母亲主持，并且重用宦官和外戚。之后，左庶长军改，发动政变，杀死了秦出子和他的母亲，迎回了秦灵公的儿子回国即位，即秦献公。秦献公继位后，废除了秦国延续300多年的活人殉葬制度，迁都岳阳。秦献公去世后，秦孝公继位，他力排众议，重用商鞅，实行变法。为了摆脱旧贵族的干扰，便将都城从岳阳迁至咸阳。从此，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，成为了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。秦孝公去世后，秦惠文王继位，他车裂了商鞅，但商鞅之法没有废除，继续推行。他采用张仪的连横之术，破坏6国的合纵战略。他北伐义渠，西平巴蜀，东出函谷，南下商巫，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秦惠文王去世后，秦武王继位，他攻拔宜阳，设置三川，平定蜀乱，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。只可惜他喜好比五角力，即位仅4年，便因为举鼎意外身亡。秦武王没有儿子，于是芈八子的儿子嬴稷在舅舅魏冉等人的支持下回国继位，即秦昭襄王。昭襄王年幼，朝政由其母亲芈八子和舅舅魏冉主持。在此期间，秦国参与了五国伐齐，齐国便从此开始衰败。他任用白起为将，在伊阙大败魏韩联军，斩首24万。接着，白起攻入楚国的腹地，攻陷了楚国的都城郢都。至此，齐国和楚国都开始衰败，唯有赵国还能与秦国抗衡。公元前272年，芈八子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中，随后义渠灭亡。秦昭襄王任用范雎为相，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对抗6国。公元前260年，长平之战爆发，白起坑杀了40万赵军，赵国从此一蹶不振。随后又攻陷了东周的王都洛邑，迁九鼎于咸阳，基本结束了周朝800年的统治。秦昭襄王在位56年，因为他太过长寿，导致他的儿子秦孝文王和孙子秦庄襄王2人加起来的执政时间都不足4年，就将王位传给了13岁的嬴政。嬴政年幼，朝政由吕不韦把持。公元前239年，21岁的嬴政开始亲政，随后他平定嫪毐之乱，免除吕不韦的相权，吕不韦自杀。他任用魏辽和李斯等人，积极推行统一战略，仅用10年时间便陆续统一了6国。他南征百越，北击匈奴，废除分封制，代以郡县制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
统一货币和度量衡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——秦朝。他是第一个使用皇帝作为称号的君主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在第5次巡游的途中驾崩于沙丘宫。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、威胁李斯的手段，伪造诏书，逼迫扶苏自杀，从而使胡亥继承皇位即秦二世。可秦二世继位还不到1年，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，紧接着6国贵族都纷纷起来复国，刘邦、项羽也开始起义，大秦帝国遍地狼烟。公元前207年，赵高逼迫秦二世自杀于望夷宫中，之后去除帝号，立子婴为秦王。5天后，赵高被子婴诛杀。同年10月，刘邦率军进入武关，屯兵于坝上，在位仅46天的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，秦朝灭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